我不知道你的性别认同是什么，会不会经历月经，但有几件事情你可能可以知道。第一次在公共厕所的垃圾桶看到血，我被吓到了欸，想说是不是有人受了很严重的伤。小学3、4年级的时候啊，班上的女孩会被带到礼堂听卫生棉阿姨的演讲，发育比较早的同学也会被妈妈、爸爸带去打抑制生长的针。那个时候有一种秘密游戏，是月经来的人会很迅速的从书包里咻抽出所谓的苹果面包塞进口袋，或者是忘记带卫生棉的时候，朋友就会咻的塞进你的手里。不过我也会担心，如果我的月经来得太晚，是不是就赶不上这个潮流了？我们小2就开始洗自己的袜子，到了高年级会洗整套衣服。每次洗完都要给老师检查。我第一次月经来是被老师发现的，他看了我洗好的内裤，跟我说我月经好像来了，不可以被别人看到，也不可以露出来。在家里偶尔遇到生理期，家人要用浴室的时候，就会听到尖叫。靠！地上都是血，也不清一下。唉，他也没看到。其实第一次自慰的时候，我完全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。当时高中男同学非常神秘的借我了一本书，偷偷的跟我说：“你回去看，看完你就会变成另一个人。”我跟大部分有月经的人一样会外露，所以我上网查了很多资料，贴最大片的卫生棉，贴2片、3片，直的、横的，屁股塞卫生纸，把丝袜剪成4角裤，然后穿在3角裤外面睡觉。可以用的方法我都用尽了，没用就是没用。我查到有一种东西叫做棉条，想说好吧，买来试试看。那时候药妆店有整柜的卫生棉，但是棉条只有2种，还放在最右下角。那个店员妹妹看了好久，也看不出2种有什么差别，只有其中一个棉条上面有导管2个字。然后有导管的那个很大盒，没有导管的那个长得像香烟盒，小小扁扁的。其实也没有很懂。哎呀，不管了，反正比较贵的那个应该比较厉害吧。我有点忘记在有性经验之前，我自己有没有在阴道里面放过东西。好像也是放过阴茎之后，我才觉得用棉条其实应该没什么关系吧。大部分的阴道管原本就有孔洞，
阴道管有没有破，没有办法拿来判断是不是第一次发生性行为。当然，也没有任何人需要因为性经验被评价。阴道管就是俗称的处女膜。买回家拆开包装，装棉条的盒子硬硬的，里面一根一根。那棉条会藏在哪里呢？先拆一根来看看。我摸到塑胶管跟一条线，要把塑胶管打开吗？这会不会是盖子？可是打不开，那推推看好了。棉条在这里耶，那是要把这一条塞进阴道里吗？不对啊，这个塑胶导管应该不是装饰品才对，它可以推啊？难道是要用这个塑胶管把棉条推进去？我很担心棉条的线会不会断掉，或是棉条卡在身体里面拔不出来。又在想棉条的里面到底是什么呢？所以我拆了好几根来研究。我忘记是拆到第几根才觉得真的可以来试试看，所以就拆了一根推到身体里，然后就很天真的出门啦，然后就外露了。我后来才知道棉条4到8小时就要换，所以就改成用卫生棉加棉条，只是卫生棉从原本的48公分变成了28公分。对了，因为你们看得到啊，所以量比较少的时候，可以垫很薄的护垫或是卫生棉，看到有血换掉就好了。可是啊，等我们能分辨得出差异，湿到感觉得到或者有味道，通常都已经外露很多了。Molly，这衣服放这边，你等下自己整理哦。月经真的来临的那一天啊，我妈特地从公司请假来学校，教我怎么粘卫生棉。她手把手的教我，还给我一个非常温暖的拥抱，像是成年礼的祝福。恭喜我成为女人。我也听过其他出经来潮的故事，有些家庭很平淡，很自然，就像每天要吃饭一样。甚至有人说，月经来了就是长大成人了，不能再像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，说的好像小孩的烦恼都是不够有重量的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关于身体的事情，我只敢自己查资料，不敢问人。小时候的健康课也是女生、男生分开上的啊，很吃老师。幸运遇到好老师的话，会讲得很详细，把教具跟产品给我摸摸看。可是也有遇到整个章节直接跳过的老师。印象里，有人去看妇产科，不管什么原因，
大人们私底下就会说，做女生要保护自己，不然下戏下镜，就是台语丢脸丢到家的意思。油门转啊，干嘛？莫名其妙。生完小孩以后啊，我更明显感觉到荷尔蒙周期对我的影响了。等一下呢？如果没有这些影响，等一下往前啊搞不好我是一个可以非常正向这样的妈妈吧。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心流来了，但是心流跟血流，我当然要先处理血流啊，特别是血量最多的第二天。不要靠我真的很难开口在国际会议上跟大家讲说 ，Excuse me， 我快要露出来了，拜托等我5分钟，让我去换个棉条。当然，也是有人早上一早醒来看到床上一滩血，急着出门又要处理床单，在外面也要花很多的专注力去防止外漏。定时也要有厕所可以更换生理用品，还要担心这一次的月经到底什么时候会来，有没有办法好好准备好接住这第一滴血。说实话，以上这些状况根本都不是 EQ 和够不够专业可以帮得上忙的。我不是因为高中的游泳课，还是泡温泉，或者是要出去玩的时候才开始使用棉条的。我是国中读舞蹈班的时候啊，有些老师会私底下教我们怎么使用棉条，因为如果生理期来，还要垫卫生棉。上课就要穿内裤、裤袜、舞衣、安全裤，这样做动作很 K， 还容易露出来。反复摩擦还会让周边的皮肤受伤，也会因为闷热造成阴部感染。但就算是这样，大部分的同学还是习惯使用卫生棉。我从厕所走出来，跟学生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月经来，今天的身体状况可能没有办法继续上课。原本我想要回家再处理，但我发现我撑不到家，所以我就在西门町预约3小时的休息。我希望我没有夸张，但那3个小时，我就是坐在马桶上，血止不住的滴。然后我会进淋浴间冲洗，再回到马桶上，整整3个小时。中间我有用手机查了一下关于月经血崩的资料，一度昏厥。我想说，我这么一个跳舞的人，这么渴望探索身体的人，竟然对自己的月经那么陌生。他觉得自己失能了，在那个卫生棉可以满天飞，同学会站在讲台上大喊“某某某月经来，23公分超薄，谁可以挡一片”的女校中，他还是永远记得自己整片制服裙湿透，一起身，白色金属椅全部都是血的画面。我的原生家庭几乎不会去谈论到身体、性跟月经的话题。我还记得幼稚园第一次看到我爸尿尿的时候，我还被吓了好大一跳。
后来我又查到有月经杯，听说要在身体里面放一个茶杯啊，感觉超恐怖的。大学生的年代，用1000多块买一个我都还不知道使用方式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得顺利的东西，对我们来说超贵。可是看网络上都说用得很顺利，我就想说，好吧，那来赌赌看。还是先付了钱，后来就收到月经杯了。结果摸一摸，就是一个迷你版的冰淇淋甜筒，或是缩小版的红酒杯嘛。你们这些网络上的人，干嘛不形容得清楚一点啊？一个细胶质的生理用品，可以放在身体里面承接经血，是要怎么想象它的样子啦？好，它迷你是迷你，可是要怎么用啊？我就传讯息给代购社团的版主说，我是视障者，买了月经杯不会用。他就跟我说对折再对折。我想圆形对折的意思应该就是压扁吧。然后他说就塞进去就会弹开了。现在跟小孩的话，就从小讲啊，用正确的名称讲，像是阴蒂、阴唇、阴茎、包皮啊。我很少请生理假，不是没有需要，而是 case by case 的工作，通常都在很早以前就跟好几个人约好时间了。有人说很痛的话还是可以请假，可是请假的话，机会就让给别人了啊。或是有人会不会觉得我是假的？不管怎么说，请假都还是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吧。所以如果真的工作碰上生理期，偷藏个热敷袋，吃止痛药，带一瓶热巧克力，再不行打个止痛针，也要尽量让自己可以正常运作。经血装在碟片里面，小小的一碗。那诊断经期的血量大概就是半瓶到1瓶养乐多这么多吧。在等待第一滴血来临或是量少的那几天，现在也有了吸血内裤的选项。我觉得其实有点可惜啦，因为我到了快要停经才知道这些东西。而且我现在会开始记闹钟提醒我自己，12个小时就要把碟片拿出来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使用的时候实在是太没感觉了，而且我现在甚至会期待我月经来。大概就是要在经前症候群的胀奶啊、偏头痛或是情绪起伏的时候，还有原来可以就事论事的场合，却被别人突然问到说：“阿宝莉月经来哦。”或是上厕所碟片自动排血的时候，我才会再被提醒我是个有月经的人。但是大家在讨论置入型生理用品常常提到的自我赋权的能力，却也让我担心会不会给人一种更先进的氛围啊，让没有使用过这些产品的人觉得很被排除呢？就像月经从来就不是那5到7天，而是整个生活形态的改变啊。置入型的生理用品的使用也会有很综合性的因素影响。首先，使用的人需要对自己的身体构造有一定的认识。放东西到阴道里面，会不会害怕和抗拒呢？当然，阴道也不是直直一条通到底，放产品要抓角度，摸过别人的阴道，不见得就跟自己的阴道很熟哦。再来，需要有弹性的时间能够练习。刚开始没有放好的话，不用慌慌张张，有余裕可以处理。
当然也会需要有月经友善的如厕空间，干净，而且一定要可以冲洗。最后要有一笔钱，在还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某个品牌、某个款式的置入性生理用品时，经济上要能够负担。在我出生的前1年行政院卫生署公告，卫生棉条的包装必须刊登未婚女性应注意小心使用的警语，不得出现对处女膜绝无伤害或类似意义的字句。就像生活里的很多事情一样，对于月经，我觉得就是一直讲吧。因为就算一直讲，他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接收得到，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想法和立场吧。因为每个人是怎么长大的，可能都不太一样。那就创造一个环境啊，让他知道问什么你都会回，那遇到问题他就会来讨论啦。我们怎么被教，怎么感受，怎么处理和怎么谈论月经，都有我们各自的脉络。所以，当教育部说要开始提供免费多元的生理用品的时候，有些人支持这个政策，也有人担心，如果把生理用品放在厕所自由取用的话，会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？如果要去找柜台拿，有需要的人真的敢去吗？会不会宁可垫个卫生纸回家？还有人提到，这个多元的生理用品会有多多元呢？好像没有什么真的是可以从此幸福快乐的神奇转捩点耶，反而是大大小小的经验累积成的过程，带着我们到某一些地方去。月经也是这样吧，虽然我们并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够选择有没有月经，会不会经痛，身体能适应哪些生理用品，身处的环境是不是能妥善对待月经。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在有能力的时候，在自己的生活、学校、职场、家庭，甚至是公民参与里，建立更多关于月经的可能性，或许在有选择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更有机会选到适合现阶段自己的选项。对我来说，月经超越了性别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，不断地经过我，